袁天罡与祥臣约定了什么？李星云夺皇位在第5季就有暗示，看完11集，心中许多疑虑都得到了解析。若森之前埋下的很多伏笔也在这一话得到了解答。在第5季结局，老李与慧觉的谈话意味深远，当时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但是如若你看完第6季再回过头去品味，你会发现两人的话中有话。当慧觉提到老李的抉择不在龙脉在未来时，老李眼神明显一变，沉声道：看来大师知道我要做什么了。这时老李之所以反应如此剧烈，是因为他内心最深处的谋划被慧觉大师戳穿了。龙脉于老李而言根本是无足轻重的破石头，只不过他要利用这块破石头去拯救太原百姓，也需要这块破石头去为李嗣源挖坑。曾在第5季完结的那集解析视频，我猜到了老李被李嗣源所擒，是他自愿被擒，是他在为未来计划做准备。在最新一话，老李自愿被擒的猜想得到了证实。至于原因，老李需要天子李星云从世间消失，因为只要天子尚存人间，天下就有很多势力幻想着天子的回归。这里面既有不良人组织，又有齐王为代表的诸侯，还有像任桓这种朝中大臣，他们皆是幻想着有朝一日那位能拨云见日让天下归一的天子能够回归，带领他们重整天下，让这乱世再次恢复朗朗清明。可一旦李星云死了，他们这种幻想将随之烟消云散。如此局势之下，他们能做的唯有屈服李嗣源的淫威。老李用自己天子身份的驾崩交出了不稳定的因素，为李嗣源造势，让天下趋于归义之后，老李与慧觉的谈话还提到了自己的一段陈年往事。为了帮李焕治伤，他做了曾经最深恶痛绝、最不耻的事情，盗窃他人钱财。听完老李的讲述，慧觉若有所指地问了一句：施主曾在庙中拿走小施主的钱币，那今后施主可还会做相似之举？得到老李肯定的回答后，慧觉微笑地点了点头，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其实慧觉这里提到的相似之举就是窃取李嗣源的皇位，老李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李嗣源造势不假，他以自己的身死让天下归顺李嗣源，让后者奠定了登基称帝的基础。但是真正称帝的不一定是他李嗣源本人，亦可以是以李嗣源之名称帝的张子凡。这样之下，张子凡不仅继承了李嗣源的声望与权势，让他可以顺势成为一代明君，为黎民百姓结束战乱纷争，让天下苍生得到休养生息。不过老李慧觉的对话最让我头皮发麻的，还是老李最后的发问：这些话不是你要问我的吧？话里话外都将这一问话之人指向了袁天罡，再结合降臣到龙泉宝藏的赴约，为老李提前提取袁天罡的心脏。袁天罡布局之深远，围捕先知手段之高绝，实在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从袁天罡用自己身死引天下开局起，老李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袁天罡的计划中。他算到了老李会利用龙脉将自己作为诱饵为李嗣源造势，于是袁天罡将龙脉提前安置在了达摩寺，并将他对李星云的疑问借慧觉之口问出。袁天罡也算到了要想让李嗣源名正言顺地登基天子，李星云必须死，所以他早就为老李留下了王牌。降臣在天师府，降臣来给张子凡换眼睛时，老李之所以笃定哪怕张子凡不将眼睛交给降臣，降臣也一定会来救他，恐怕老李也早就猜到了。降臣这般努力的帮忙与袁天罡之间定是存在关联的，并且我觉得降臣与袁天罡的约定不止于将大帅的心脏移植给李星云这一件事，可能还要帮老李对付李嗣源。在降臣的住所玄都屋，老李曾询问降臣，监国练功的时候顺利吗？听完老李的这一句问话，降臣神色骤然变化剧烈。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初降臣让黑白无常传授监国吸取功力的法诀时动了些许手脚，这也是为何李嗣源在吸取了李星云至纯至阳的功力后，依旧没有神功大成，他距离至圣乾坤神功的圆满总是差了毫厘。除此之外，在
在第12集预告有着老李与老张联手共同对抗李思源的画面，但是李思源的脸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儿，一根根暴突的血脉就像扭曲的蚯蚓在大耳的脸上流动，让其模样微微狰狞可怖。这里的大耳有点像是走火入魔，行气出了岔子。不知道当初降臣为李思源埋下的坑有没有可能成为这场大战的胜负关键。至于大帅袁天罡，他为大唐的付出，为老李的付出，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8个字了。在老李与老张谋划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袁天罡落字的痕迹。在最后送别的歌声中，不知勾起了多少人对大帅的情怀。当老李右手捂着心脏感知自己的心跳时，他已经释怀了。他穷其一生想要逃过袁天罡给他铺设的道路，却依旧没能逃过大帅的布局。只是这些对于老李而言已经不重要了，只要能结束乱世，让黎民苍生恢复太平生活，即便让他成为棋子，他也心甘情愿。在这首送别的旋律中，老李告别的不仅是袁天罡鞠躬尽瘁的300年华，还有曾经那位秉性天道、嫉恶如仇的鲜衣怒马少年老李将从袁天罡那里接过不良帅的面具，他将潜藏在黑暗中，隐匿于水面下，用霸道、不讲理与不择手段的方法化身为世人恐惧的阴暗面，协助张子凡匡扶社稷，实现天下大同。虽然到最后大帅都没有如愿让李星云称帝，但是按照历史，张子凡接过李思源名号，将会建立后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袁天罡为大唐王朝也算是强行续命成功。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